说起内卷，很多人想到的是国内抢工作、抢订单的恶性竞争。但如今这股风已经吹到了东南亚，一些中国企业家把国内拼不下去的劲头带到了泰国、越南、马来西亚，甚至印尼，让周边国家的商家叫苦不迭。有一次跟朋友闲聊，他抱怨说某个网购平台上几乎找不到本地卖家了，满屏都是从中国直邮的商品，而且价格低到他不敢相信。带着这种好奇，我开始挖掘背后的故事。一、内卷为什么要出海？先从背景说起。中国制造业长期依靠规模经济驱动，资本和人才不断堆砌，造成很多行业产能过剩。中国国内消费增速放缓，平台间的补贴大战把价格压得很低。比如，即使在中国市场，阿里巴巴、京东、美团等平台为了争夺即时零售市场，投入了约2000亿元人民币的补贴，使得顾客连早餐和饮料都能免费拿到。对企业来说，单靠中国国内市场已经无法支撑庞大的产能，于是只能将战场转向海外。亚洲邻国是最容易进入的市场，地理距离近，劳动力成本低，加上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铺垫，许多中国企业觉得这是第二增长曲线。然而，简单的市场外溢却带来了新的矛盾。东南亚各国既欢迎投资，也担心本土产业被压垮，这种矛盾情绪在不同国家表现各异。二、马来西亚。马来西亚最明显的变化是货物运输速度的提升。随着中老泰铁路贯通，云南至马来西亚的陆路运输时间压缩到10天左右。廉价的苹果、葡萄、胡萝卜、辣椒等农产品通过高铁源源不断地涌入，该国商界人士称之为经济殖民。本地小贩发现自家的蔬菜水果根本卖不过这些低价货，于是形成了价格雪崩。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。马来西亚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在接受采访时指出，中国商家进入马来西亚零售业并不难，他们往往出手大方租下店面，甚至用预包装食品敷衍了事，但营业不久又撤走，只留下高昂的租金预期和质量存疑的食品。另一方面，大量中国人通过签证优惠政策涌入，甚至有前首相抱怨无法辨别谁是游客，谁是长期居留者。本地人担心的是，一旦外来商家迅速占领市场，压低成本，本土的饮食文化和小生意很难存活。更为隐蔽的是电商平台的竞争。在受访者口中， Shopee、Lazada、TikTok Shop 上大量低价商品来自中国工厂。中国厂家不再只是供应商，而是直接在马来西亚设立仓库，聘请会说马来语的主播进行直播带货。这些公司资本雄厚，仓库里划分出20多个直播隔间，24小时轮班卖货。马来西亚当地的网店卖家很难拼得过这种体量，因此有人感慨本地电商已经被卷得喘不过气。政府层面已经开始采取措施。2024年起，马来西亚对价值500林吉特以下的进口商品征收10%的销售税。但业内人士指出，有的平台把税费隐藏在运费里，导致消费者并不知情。还有学者呼吁提高外资公司的注册资本要求，以此减缓廉价产品的冲击。然而政策效果仍有待观察。3、泰国。谈到泰国，很多人想到的是榴莲，其实榴莲背后也隐藏着内卷的影子。以前去泰国旅行时，街边的榴莲摊位都是当地人经营，如今不少摊位挂着中文标语，甚至连种植者都是中国人。这并不是传闻。泰国《曼谷邮报》发表社论指出，中国投资者10多年前便深入泰国榴莲供应链，在产地设立 low-end 收购站，直接从农民手中大量收购。过去几年，更有部分投资者与当地伙伴合作，把保护林地改造成榴莲园。在插春骚府约500来、约80公顷的保护林被改为榴莲园，
投资者还在尝试继续取得300来的土地。在北柳府另一处案例，900来森林被开发为榴莲园。文章还指出，中国投资者已经控制泰国约 90% 的榴莲出口中心。按理说，泰国的榴莲行业年产值高达828亿泰铢，约合24亿美元。然而，当地农民是否能享受到这份红利却成了疑问。外来资本控制供应链后，农民的话语权被削弱，他们只能按收购站定价出售产品。更严重的是，榴莲园多建立在保护林区，造成森林破坏、水土流失以及生态退化。面对这些问题，泰国舆论呼吁政府制止外国人非法占地，并保护当地农民权益。在泰国零售业，类似的竞争同样存在。根据外媒报道，一些泰国餐馆被中国人买下后转营手工拉面 Mitarik， 为了吸引穆斯林顾客，还申请了清真认证。本地厨师抱怨说，认真研究传统食谱的店家却被快速复制的商业模式挤压，利润一再缩水。与此同时，中国进口商品通过各类电商平台大量涌入。本地制造商反映，生产成本再怎么压也无法与补贴过后的中国货比价。为了应对这一局面，泰国去年决定对价值不足1500泰铢约42美元的进口小额包裹征收 7% 的关税。但泰国工业联合会仍然指出，廉价商品让当地制造商被迫减产 50%， 钢铁、铝、塑料、陶瓷、石化等20多个行业受到冲击。在短短几个月内，泰国已有500家工厂停产，造成超过 1.5 万人失业。这些数字无疑警示了大规模低价输入的影响。印尼，如果说马来西亚和泰国还在纠结如何平衡开放与保护，那印尼的做法则更为直接。2024年，印尼通信部长布迪表示，已要求谷歌和苹果在应用商店屏蔽中国电商平台 Temu， 因为 Temu 采用连接中国工厂直邮的模式，使商品价格低到不健康，会对本国中小企业形成不公平竞争。这项决定是在 Temu 尚未正式进入印尼就提前宣布的。他明确说，政府的目标是保护数以百万计的小型商家。印尼并非第一次针对中国平台采取强硬措施。早在2023年，该国就要求 TikTok 关闭其电商服务 TikTok Shop， 以避免海量廉价商品冲击本土商家。此外，印尼还计划对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征收 200% 的关税，并考虑对陶瓷、鞋类、化妆品和电子产品征收额外关税。原因在于中国大量补贴的纺织品几乎摧毁了印尼的纺织业，390万纺织工人深受其害。自2019年以来，印尼已有36家纺织厂倒闭，另有31家大规模裁员。2024年前5个月，印尼更是裁掉3000名员工，企业营收比上一年下降 38%。这些数字显示，低价进口并非单纯的消费福利，而是关乎就业和产业链安全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，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除了贸易限制，印尼政府还提出其他政策组合，如要求跨境平台在当地设立公司、纳税和遵守数据管理规定。他们的逻辑是，既然外资要利用印尼市场获利，就不能只做流量生意而不承担当地义务。这些措施得到不少印尼消费者的支持，因为很多人担心本国传统市场会像被电子商务化一样被掏空。越南的情况与马来西亚、泰国类似，也面对廉价商品的冲击，只是表现得更为谨慎。一方面，越南愿意承接部分中国制造业转移，承接就业与技术；另一方面，
他也担心国内企业沦为加工附庸，缺乏自主品牌。东盟政策研究机构指出，中国工业过剩输出不仅体现在农产品和轻工，更严重的是高附加值行业，例如石化、电子机械等领域，中国出口价格下压，使得东盟制造商出口价格跟不上市场压力。这些低价出口削弱了东盟各国的出口竞争力，造成订单流失。报告提到，泰国作为东盟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，受影响最早和最深。泰国制造业占 GDP 1/4，却因为中国过剩产能输出而面临大量工厂关停、员工裁员。研究估计，过去2年，泰国有4300家工厂关闭，涉及家具、电子、服装、汽车、钢铁等行业。报告警告，这种趋势可能蔓延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家。当中国企业把国内工厂的低利润商品以极低价格倾销到海外，本地企业即使减薪降价也无法竞争。不仅传统行业受影响，半导体、化工、医疗设备等高技术领域也可能被压制。研究指出，中国石化行业在追求自给自足的同时扩大产能，导致聚丙烯等产品出口增长，东盟国家的相关行业承受价格下跌。类似的迹象在建筑机械、医疗器械行业也出现。中国在 Made in China 2025政策指导下大规模扩产，可能把国际价格进一步压低。这对本就缺乏规模经济和研发投入的东盟企业来说是严峻挑战。廉价商品潮下的官民反应，面对中国商品的冲击，东盟各国陆续采取了保护措施。除了印尼的 TIMU 封禁令和马来西亚的低值货物税，还有马来西亚贸易部计划在2025年提交反倾销法案。泰国政府则寻求与中国沟通，希望控制商品洪流，并通过外资准入和土地政策保护本土产业。在区域合作层面，有国家倡议通过东盟平台共同协调贸易，避免各自为战。与此同时，一些民间团体呼吁发展本地品牌，通过质量和服务优势对抗价格战。例如，马来西亚有创业者在社交媒体上组织支持本地品牌活动，希望消费者认识到便宜背后的代价。但也有人提醒不要一刀切。中国资本进入东南亚带来资金、技术和就业，这也是事实。以泰国榴莲业为例，虽然外资控制了 90% 的出口占，但也带动了农民收益的短期增长。问题是，收益分配、资源保护和长期利益必须平衡。同样，马来西亚的餐饮行业因中国 Mitarik 店引入而丰富了选择，只是如何规范市场、更公平的竞争，需要制度设计。人情味与思考，宏观数字令人窒息，但更打动人的是生活里的故事。记得一次在吉隆坡的夜市，朋友指着一间热闹的手撕鸡店说，老板娘是中国人，她会讲马来语，直播的时候还能唱本地歌曲。这家店用5折优惠和免费送货，把附近的2家老字号逼得只能降价。老字号的老板对着门口寥寥几张桌子发呆，抱怨自己一辈子练厨艺，却敌不过网络销售。过了几个月，我们再去，那家老字号改成了奶茶店，老板在直播平台里和网红合作，说起话来也像打鸡血一样。是好是坏，很难说，但传统正被改变。再比如泰国东部的水果收购站，我曾跟一名当地果农聊天，他说以前每年水果成熟季，村里热闹得像过节，现在大型收购站出现后，大家都把水果按吨卖给中间商，村里失去了交流的机会。虽然收入更稳定，但他担心孩子长大以后只懂得种树，却不懂市场，也不知道如何议价。他甚至听说一些山头被外来商人租去砍树种榴莲，村民无可奈何。印尼的年轻创业者也面临选择。马莫原本在雅加达做服装工厂的采购，后来工厂倒闭，他改行做直播带货，
帮一家中国平台卖生活用品。他承认平台给出的分成很高，而且不需要囤货。然而他也忧心，过度依赖外国平台会让本土品牌越来越难做。他计划今年回老家开一家实体店，但又害怕竞争不过网红店。这些片段说明，内卷并非冷冰冰的经济现象，它直接影响普通人的生活选择、身份认同和社会关系。我们常批评大内卷，却忽略了它背后是每个人在大环境下的挣扎与调整。中国商家的竞争力背后是无数普通工人的努力，东南亚小店的困境背后也有家庭的生计。将心比心，或许能在讨论经济利益时多一点理解。如何走向共赢？市场经济讲求竞争，但竞争可以有底线。如果单纯以超低价和补贴为武器，短期内消费者得到实惠，长期却可能损害行业生态。各国监管机构的主要目标是创造公平环境，让本土商家有机会成长。有人提议通过东盟统一平台协调外资规则，规定跨境电商需在当地设仓、纳税并承担售后责任。在农业领域，则应明确禁止外资占用保护林地，确保生态不被破坏。对于中国企业来说，要在海外长期发展，也必须考虑社会责任。收购泰国榴莲供应链的投资者若只想快速获利而无视环境，很可能引发反弹。电商平台若一味低价倾销，也会被政府封杀。与当地合作伙伴共同建设品牌，投入社区发展，才能建立更长远的信任。有专家指出，跨国经营最忌讳的就是卷出敌意，失去消费者信任。企业应当在价格外寻找竞争力，如品质、创新、售后服务，而不是单纯压榨供应链。个人层面，我们作为消费者也可以思考自己的选择。购买廉价商品当然省钱，但当身边熟悉的老店一个个消失，城市里的味道会变得单调吗？或许支持本地品牌，关心生产来源，也是对家乡经济的一种责任。很多人开始在社交平台分享本地好物，用故事吸引关注，而不是简单喊口号。中国的内卷不仅留在国内，它像水一样顺着资本和物流流向更远的地方，在东南亚引起了连锁反应。从马来西亚街头突然出现的拉面店，到泰国森林里悄然种下的榴莲园，从印尼关闭平台保护小商贩，到越南担忧产业被取代，每一个案例都反映了邻国对于内卷出海的复杂态度。他们既希望从中国发展中受益，又害怕被卷入恶性竞争。如何找到平衡，是未来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课题。而对我们自己而言，理解这些故事，并非为了激化矛盾，而是为了更客观地看待全球化中的竞争。卷也好，糖也罢，都不应成为伤害他人的借口。唯有在尊重规则、尊重当地文化的前提下，才能走得更远。希望这个视频让你在吃榴莲、逛夜市或网购时有更多思考。也许下次看见直播间里的折扣商品，会想起背后那些无形的牵绊。世界很大，市场很大，竞争当然要有，但愿我们的努力不仅体现在压价，更体现在创造真正的价值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